科室发补贴，我一个主任医师到手3000，行政却拿了整整5万。那一刻，我彻底熄灭了所有工作热情。从那天起，我开始准点下班。仅半个月后，医院所有高难度手术排期直接飙升到3个月后，我冷眼看着混乱。这次我选择袖手旁观。凌晨3点，手术室的灯光依旧惨白，将我的脸映得没有血色。最后一根缝合线被剪断，监护仪上那条曾数次跌入谷底的生命曲线，终于平稳地起伏着，成了。我摘下被汗水浸透的口罩，露出一张疲惫到麻木的脸。整整12个小时，我像个最精密的机器，将一个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叫嚣着酸痛，大脑仿佛被抽干了最后的精力，只剩下一片空茫。护士长张杰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同情和不忿。陈主任，这是这个项目的特殊补贴，您快收好。信封很薄，轻飘飘的，和我此刻沉重如铅的身体形成了荒谬的对比。我捏了捏，指尖传来几张纸币的触感，我没有立刻打开，只是对他点了点头，拖着灌了铅的双腿走向更衣室，换下手术服。我靠在冰冷的储物柜上，终于打开了那个信封，3张崭新的红色钞票，3000元。我的手顿在半空，脑子里嗡的一声。12个小时的高度专注，挽救一个濒危的生命，为一个家庭带去重生般的希望，最后换来的是这3000块钱。一股无法言喻的寒意从我的心脏瞬间蔓延至4肢百骸。这已经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了，这是羞辱，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羞辱。我走出住院部大楼，凌晨的冷风吹在我脸上，却吹不散我心里的那团死灰。路过灯火通明的行政楼，一阵得意洋洋的吹嘘声从半开的窗户里飘了出来。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我磨了多少嘴皮子，喝了多少酒，总算是把项目拿下来了。是行政办公室主任王凯的声音，他是我院长的亲小舅子，一个连听诊器都分不清正反的人。奖金不多，就5万块，回头换辆新车开开，我老婆早就看上一款了。5万新车，我站定在黑漆漆的树影下，抬头看着那扇明亮的窗户，光鲜亮丽的行政楼和我身后那栋被无数病人家属的血泪和希望浸泡着的住院楼，仿佛是2个世界，一个是运筹帷幄、轻松捞金的天堂，一个是舍生忘死换来微薄补贴的地狱。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锦旗，医德高尚，妙手回春，再生父母，恩重如山。每一面锦旗都代表着一个被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生命。过去他们是我的骄傲，是我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动力源泉。此刻他们像一张张嘲讽的嘴脸，无声地讥笑着我的天真和愚蠢。我打开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我毫无表情的脸。我默默地找到了那个设定在清晨6点的闹钟，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点删除，然后我重新设定了一个闹钟，早上7点半做完这一切。我关掉手机，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死寂。第二天，我史无前例地睡到了天光大亮，没有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没有在晨曦微露时就奔赴战场。我有时间给自己做了一份简单的早餐，陪着上小学的女儿一起出门，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身上，暖洋洋的。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白天看过这座城市的街道了。下午5点整，我刚刚结束一台常规的心脏搭桥手术，我放下手术刀，脱下白大褂，换上自己的衣服，准备离开。科室主任张国栋匆匆拦住了我：“林远，你这是要去哪儿？晚上有个急诊会诊，一个挺棘手的病例，需要你来把关。”他一脸理所当然，过去10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只要医院有需要，我随时待命，没有白天黑夜，没有工作日和周末。到下班时间了，张国栋愣住，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下班时间，可是有急诊啊！是紧急抢救吗？我问。那倒不是，病人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但情况复杂，想请你。既然不是紧急抢救，我打断他，那就请安排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我拎起包，从他身边走过，留下一句让他呆立在原地的话：主任，按规定办事也是一种医德。我第一次在太阳还未落山时走出了医院大门，金色的夕阳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空气里都带着自由的甜味。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我的学生李哲发来的微信：老师，您没事吧？这个热血又正直的年轻人，一定是从科室的骚动中嗅出了什么。我回了他2个字：没事。随即又补充了一句：早点休息。关上手机，我笑了。是的，我没事。有事的很快就会是他们了。我的准点下班模式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起初只泛起一圈微不足道的涟漪，但仅仅1周，涟漪就变成了滔天巨浪。心外科的手术排期表上有我主刀的高难度手术那一栏，已经密密麻麻地排到了1个月之后。这意味着很多急需手术的病人至少要多等待3周以上的时间。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多等1天就多一分不可预测的风险。这天下午，我刚走出办公室，就被一个中年女人拦住了去路。陈主任，我爸的手术为什么不能早点做？他等不了那么久啊！我还没开口，李哲就一步跨过来，将他和我隔开。阿姨，您别激动，有话好好说。老师的手术都已经排满了。排满了？怎么会突然排满了？我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他的声音引来了走廊里其他病人家属的围观，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充满了质问和不解。我看着那个焦急的女人，心里没有半分波澜。我只是一个遵守医院规章制度的普通医生，造成这一切的不是我。我没有理会骚动，径直走向电梯。身后，李哲在尽力安抚着家属。科室主任张国栋的电话几乎在同一时间打了进来。电话那头的他，声音里带着哀求：林远，陈林远，算我求你了，晚上加个班吧。刚才那个病人的女儿都快把我的办公室给拆了。我正开着车，窗外的晚风吹得人很舒服。我拐到公园，准备陪女儿玩一会儿。她念叨了很久的话题。我的工作时间内效率是全院最高的。我平静地回答：这一点您很清楚。我知道。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我反问。是时候让我继续用我女儿没有爸爸陪伴的童年，去填补那些本不该存在的窟窿吗？电话那头沉默了。我挂断了电话。话题上女儿的笑声像银铃一样传来。
我有多久没有像这样在黄昏时分陪着他享受这片刻的安宁了？第二天，院长亲自打电话约我聊聊。院长办公室里，紫砂壶里正泡着上好的大红袍，茶香袅袅。院长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水，脸上是痛心疾首的表情。林远啊，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你的技术，你的为人，我最清楚。你一直是我们医院的骄傲。他先是给我戴了顶高帽，我端起茶杯，慢条斯理地吹了吹热气，没有接话。可是你最近这是怎么了？多少病人等着你救命？院长，我没有带入个人情绪，我只是严格遵守了医院给我们制定的劳动法和作息规定，8小时工作制，准点上下班。请问我哪里做错了吗？他被我噎了一下，脸色有些难看。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做医生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医德。医德！我抬起眼，金丝边眼镜后的目光锐利地直视着他。我的医德体现在8小时内，我用200%的专注和技术去救死扶伤，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我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的医德不是用来给某些人因为无能和贪婪在医院管理上造成的窟窿和烂账去做无偿的填补和粉饰的。院长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我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直接拿出了手机，点开了一张照片，推到他面前。那是王凯的朋友圈截图，他正靠在一辆崭新的白色豪车前，戴着墨镜，笑得春风得意。发布时间就在拿到5万奖金的第2天。院长，您看看，王主任的生活多么有仪式感，而我这种只拿3000块补贴的高级工匠，大概只配有随时待命的牺牲感。院长的呼吸明显粗重起来，他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张刺眼的照片，嘴唇交动了几下，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知道这场谈话结束了。院长，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去查房了，毕竟现在是我的工作时间。我站起身，理了理白大褂，对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院长微微颔首。我转身离开，留下他一个人和他那杯渐渐变凉的茶水。和院长的那场谈话显然没有起到他想要的效果，而我的准点下班也从个人行为演变成了一场无声的示威。坚硬的不行，王凯开始来软的，或者说阴的。很快，医院内部的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匿名的帖子，标题是扒一扒某技术大牛的真面目。真的是为了病人吗？帖子内容含沙射影，通篇没有指名道姓，但每一个读到的人都知道，那个所谓的闹情绪、耍大牌，为了钱不顾病人死活的技术大牛，指的就是我陈林远。帖子里把我描绘成一个被金钱腐蚀、毫无医德的冷血医生，说我因为对补贴不满，就故意拖延高难度手术，把病人当成了和医院谈判的筹码。下面的跟帖瞬间炸开了锅，有不明真相的行政人员义愤填膺地指责我没有大局观，有其他科室不了解情况的医生表示惋惜，觉得我被情绪冲昏了头脑。当然，也有心外科的同事为我辩护，但很快就被淹没在口水之中。一时间，我成了全院的风云人物，只不过是以一种极为不光彩的方式。走在医院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些投向我的异样的目光，有鄙夷，有惋惜，有幸灾乐祸。这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几个行政办公室的女孩子正聚在一起，对着我指指点点，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我听见。就是他吧，看着文文静静的，没想到心这么狠。可不是嘛，听说好几个病人都因为他耽误了，真造孽，仗着自己技术好就为所欲为，这种人最可怕了。就在这时，王凯端着餐盘恰好路过，他一脸语重心长的停在我身边，假惺惺的劝道：陈医生，大家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有情绪可以理解，但闹成这样，影响了医院的声誉，对你我都不好，对不对？他摆出一副和事佬的姿态，仿佛所有风波都与他无关。周围的目光瞬间更加密集的聚焦过来，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反应，是会暴怒还是会辩解。我什么都没做，我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只是平静地打好我的饭，端着餐盘径直从他身边走开，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他伸出的手想拍我肩膀的手就那么尴尬地僵在半空中，他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无视是比任何反击都更具杀伤力的武器。那顿饭我吃得津津有味，而王凯则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一个滑稽的小丑。不过舆论的压力还是带来了影响，一些过去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我，在走廊里碰见也只是匆匆点个头，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和我多说几句话。整个心外科似乎都笼罩在一股压抑的气氛里。李哲气得不行，攥着手机想去论坛上跟那些人对线，把王凯贪了5万奖金的事情捅出去。我拦住了他，别理他们。我看着这个眼睛里还燃烧着火焰的年轻人，平静地说：清者自清，现在去争辩只会显得我们心虚。可是老师，他们说的太难听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你以前为了病人付出过多少。我知道，你知道就够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们说去吧，跳得越高只会摔得越惨。虽然我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若说没有波澜也是骗人的。被孤立，被污蔑，没有人会真的无动于衷。我只是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了那副冷静理智的面具之下。转机发生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这天，护士长张姐在给我递手术器械时，趁着旁人不注意，低声对我说了一句：陈主任，别理那些闲话，我们都信你。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些天天跟你上手术台的人最清楚。简单的一句话，像一股暖流，瞬间涌入我冰封的心。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不知道是谁把我过去的一些事迹发到了网上，有我曾经为了一个大出血的产妇连续奋战36小时，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故事，有我自掏腰包为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垫付手术费的旧闻，更有一些曾经被我救治过的病人家属，在看到医院论坛的风言风语后，主动站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证明。没有陈主任，我丈夫3年前就没了，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谁敢说他没医德，我第一个不答应。我儿子现在能活蹦乱跳的上学，全靠陈主任当年不眠不休的救治。那些在背后嚼舌根的人，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舆论的风向开始悄然反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医院内部的管理和薪酬体系。一个顶尖外科专家只拿3000补贴，行政人员拿5万，这合理吗？这根本就是逼着好医生寒心啊！支持陈医生，技术人员就该有技术人员的待遇和尊严。王凯的阴谋不仅没有孤立我，反而弄巧成拙，把我的人品和技术变成了最坚硬的底牌，将矛盾的焦点重新引向了他自己和不公的制度。我依旧每天准点上班，准点下班。下班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各种电话和会诊占据所有时间，我开始有时间静下心来，研究一个我搁置了很久的关于人工心脏瓣膜的改良课题。窗外风雨飘摇，我内心却一片坦然，让他们闹去吧。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酝酿。半个月过去，医院因为我的躺平，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心外科那些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排期正式突破了3个月，这意味着医院的声誉和核心业务收入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整个院领导班子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而我则成了那只稳坐钓鱼台的姜太公。我知道他们在等我妥协，而我在等一个能一击致命的机会。机会在一个深夜，以一种我没想到的方式呼啸而至。叮铃铃，刺耳的电话铃声将我从沉睡中惊醒，是院长的夺命连环 call。我不耐烦地接起电话，那头传来他前所未有的焦急和惶恐。陈林远，快来医院，出大事了！什么事？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语气冷淡。市长的父亲突发主动脉夹层破裂，人刚送到我们院，情况非常危急。主动脉夹层破裂，我瞬间清醒过来，这是心外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死亡率极高，手术难度极大。市里所有的心外专家都紧急会诊了，结论一致，目前市内只有你主刀才有5成以上的希望。5成，在同行看来，这已经是近乎奇迹的成功率了。我沉默了，我清楚地知道这个电话意味着什么。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急救请求，它是一张王牌，一张足以让我掀翻整个牌桌的王牌，就这么戏剧性地递到了我的手上。林远，你听到了吗？我马上派车去接你。不用了，我淡淡地说，然后我挂断了电话。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又过了20分钟，楼下传来汽车急刹车的声音。我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医院院长的专车就停在我家楼下。院长和王凯2个人像2只丧家之犬，站在寒风里，焦急地抬头望着我的窗户。冬夜的风吹得他们衣袂翻飞，看上去狼狈不堪。他们没有再打电话，似乎是怕彻底惹恼我，只是就那么站着，等着我拉上窗帘回到床上，盖好被子，闭上了眼睛。但我睡不着。我知道楼下的那2个人，还有手术室里那个命悬一线的老人，都在等待我的决定。大约过了1个小时，楼下传来压抑的争吵声，大概是他们终于熬不住了。我再次走到窗边，只见王凯一改往日的傲慢，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点头哈腰地跟院长说着什么。随后他们俩一前一后地走进了楼道。很快敲门声响起，我没有开门，敲门声停了。林远，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门，我们谈谈。门外传来院长压低了的声音，我依旧没有动。陈大主任，您大人有大量，之前都是我不对，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只要您肯出手，什么都好说，什么都好说。门外安静了几秒，然后那个厚厚的信封从门缝底下被硬塞了进来。我低头看着地板上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用钱来砸我？他们把我陈林远当成什么人了？我走过去，弯腰捡起信封，然后打开了门。门外的院长和王凯看到我开门，脸上瞬间露出狂喜的表情。陈主任，您看，这是对您之前劳苦功高的一点点补偿，一点心意。我没让他把话说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个信封连同里面的东西直接扔进了门口的垃圾桶。现在是我的下班时间。我看着他们瞬间僵住的笑脸，声音冷得没有温度。院长的脸彻底垮了，他上前一步，声音里充满了绝望。陈林远，人命关天，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出手？我要怎样？我笑了，那笑意却没有到达眼底。我看着他们那2张焦急如焚、丑态百出的脸，慢慢的一字一句的反问：院长，这话应该是我问你们才对。说完，我不再看他们，转身准备关门。想让我手术可以，我留给他们一个决绝的背影和最后一句话。天亮后，我们开全院大会，公开谈。门砰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我能想象到门外那2个人在彻骨的寒风中会是怎样一副面如死灰的表情。我靠在门上，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踉踉跄跄的远去。这一夜注定有很多人无眠。市长办公室的电话恐怕每半个小时就会打来一次，每一次都是对院长和王凯的一次凌迟。他们慌了，彻底慌了。第2天早上8点半，医院最大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全院的中层以上干部，各个科室的主任、护士长一个不落，全部到齐。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凝重、好奇又夹杂着兴奋的复杂表情。他们都知道今天这场大会的起因。市长的父亲还躺在 ICU 里，等着我这个唯一能救他的人点头。而我把全院的领导班子都架在了火上。我和李哲一起走进会议室，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目不斜视，径直走到了第1排，属于我的位置上坐下。李哲坐在我身边，年轻的脸庞因为紧张和激动微微泛红，他攥紧了拳头，像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会议室里安静的可怕，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院长坐在主席台上，脸色灰败，眼窝深陷，一夜之间仿佛老了10岁。他旁边的王凯更是面如土色，坐立不安，不停地用纸巾擦着额头上的冷汗。院长拿起话筒，清了清嗓子，声音沙哑：同志们，
今天紧急召开这个大会，是有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紧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市长的父亲情况危急。他艰难地开了个头，然后话锋一转，目光投向我，带着恳求。陈立远同志，我知道最近医院在一些工作的安排上让你受了委屈，但是我希望你能以大局为重，以病人的生命为重。又是大局为重，我没有等他说完，直接站了起来，走上了主席台。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我从李哲手里接过 U 盘，插进电脑，打开了我连夜做好的 PPT。投影幕布上亮起了第一页，没有复杂的图表，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2个鲜红的巨大的数字和2张对比鲜明的照片。一张是我那3000块钱的补贴信封，另一张是王凯那5万块奖金的银行转账截图。这张截图是某个看不惯他的财务人匿名发给我。心外科主任医师陈林远特殊项目补贴3000元，行政办公室主任王凯特殊项目补贴5万元，全场哗然。天啊，差这么多，太离谱了吧！陈主任，一台手术救一条命，才3000。那个王凯天天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凭什么拿5万？黑，太黑了！议论声像潮水一样在会议室里炸开。王凯的脸瞬间惨白如纸，他腾地一下站起来，指着我，嘴唇哆嗦着：“你血口喷人，这是污蔑！”我没有理会他的垂死挣扎，我平静地看着台下所有的同事，看着他们脸上震惊、愤怒、不平的表情，缓缓开口：“我陈林远是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委屈，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汗水、我们的不眠不休，难道就真的这么廉价吗？”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我切换到下一页 PPT， 上面清晰地列着我的3个条件。今天要想让我重新拿起手术刀，可以。我提出3个条件：第一，立刻、马上，在全院范围内公示过去1年医院所有的项目补贴、奖金的发放明细，每一笔都要清清楚楚，不能有任何遗漏。第二，行政办公室主任王凯以及院办相关领导必须就此次补贴分配不公事件，向我以及全院所有被不公对待的一线医护人员公开鞠躬道歉。第三，立刻解散现有形同虚设的薪酬委员会，成立新的委员会，成员中一线临床医护人员的代表不得少于50%。我们要拿回本就属于我们的话语权。每一个条件都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会议室里引爆。年轻的医生们眼睛里开始闪烁着光芒，那些常年被压抑的护士们激动地攥紧了拳头。院长拿起话筒的手在剧烈的颤抖，他想反驳，想拒绝。就在这时，他的手机急促地震动起来，他看了一眼屏幕，像是被烫到一样，手猛地一抖。我看得分明，来电显示是市长秘书。他颤抖着按下了接听键，甚至忘了走到一边。电话里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寂静的会场里，前几排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院长，市长让我转告你，无论如何，务必请陈主任主刀，所有条件都可以谈。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院长挂断电话，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他颓然地看着我，然后拿起话筒，用尽全身的力气挤出几个字：我代表医院同意陈主任所有的要求。全场先是一片死寂，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李哲和一群年轻的医生们激动地跳了起来。我关掉 PPT， 拔下 U 盘，转身走下主席台。我走到门口，回头对着还愣在台上的院长平静地说：“现在准备手术。”说完，我拉开门走了出去。门外，李哲和一群年轻医生护士在等我。看到我出来，他们的眼神里全是光。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以为公开谈判的胜利会是这场风波的终点，但我还是低估了某些人的无耻和不甘。手术当天，我做完所有术前准备，走进手术室，一推开门，我就感觉到了气氛的诡异。除了我的团队，手术室里还多了一个不速之客赵德海，京城一家顶级医院的心外科教授，也是我在学术上多年的死对头。此人技术尚可，但心胸狭窄，尤其喜欢抢功和摆谱，在圈内名声并不好。他怎么会在这里？院长和王凯跟在他身后，脸上堆着极其不自然的笑容。林远，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京城来的赵德海教授。我们想着这次手术关系重大，特意请赵教授过来共同指导，上个双保险吧。双保险，我心里冷笑一声，这哪里是双保险，这分明是给我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赵德海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伸出手：“林远，好久不见，听说你这儿出了点小状况，手术排不开，我这刚好有空，就过来帮你压压阵。”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提携和若有似无的嘲讽，压阵2个字更是刺耳之极。我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如果手术成功，功劳就会被他分走一半，甚至更多。媒体报道出去，就是京城专家力挽狂澜，联手本地医生救治市长父亲。如果手术失败，那责任就是我这个主刀医生的。他一个指导的专家，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更恶毒的是，只要手术成功，院长和王凯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他捧为新的技术权威，以帮助市医院提升技术水平为名，把他留下来，从而彻底架空我。好一招釜底抽薪！我看着眼前这3个各怀鬼胎的男人，心中杀意翻腾，脸上却依旧平静如水。我没有去和赵德海握手，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行，既然是来指导，那就辛苦赵教授了。我转向护士长，声音不容置喙，给他准备一套衣服做一注。第一助手。赵德海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一个京城来的大教授，被尊称来指导手术的权威，居然被我安排去做一个助手，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他正要发作，我却已经转身走向洗手池，根本不给他反驳的机会。准备手术，冰冷的4个字宣布了这场手术以及手术室里这场看不见
硝烟的战争正式开始。手术开始了，无影灯下，我手持手术刀划开了病人的胸腔。赵德海作为一柱站在我的对面，脸色铁青，眼神里充满了不忿和怨毒。他开始频频指手画脚。林远，你这个切口可以再大一点，暴露更充分。这里分离组织的时候要小心，别损伤了神经。他用一种教训学生的口吻，试图在我的团队面前建立他的权威，主导整个手术的节奏。手术进入关键阶段，需要阻断生主动脉，建立体外循环。赵德海突然又开口了：林远，我建议采用深低温停循环技术。我最近刚好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技术的论文，用在这里效果会更好，也更有创新性。我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透过护目镜冷冷地看着他。赵教授，这里是手术台，不是你发表论文的模拟台。我们要做的是救人，不是做实验。我的话音刚落，手术室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这是当众打脸，赵德海的脸长成了紫红色。手术继续进行，最关键的步骤来了。主动脉壁撕裂处的血管吻合，需要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缝合线，在薄如蝉翼的血管壁上进行缝合。这是我的独门绝技，也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我准备亲自操作时，赵德海为了挽回颜面，也为了证明自己，竟然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持针器。这种精细活还是我来吧，我经验比你丰富。他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就俯下身去。我瞳孔骤然一缩，别动！但晚了，或许是紧张，或许是急于表现。赵德海的手出现了几乎无法察觉的极其轻微的一下颤抖，就是这一下，缝合针尖锐的顶端在他的控制下偏离了预定的轨迹，不是穿过，而是划破了本就脆弱不堪的血管壁。刺啦，一声轻微却致命的撕裂声响起，鲜红的血液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从撕裂口喷涌而出。滴滴滴滴，监护仪上血压指数直线下降，发出刺耳的尖锐警报声。出血，大出血，血压掉到60了，心率正在下降。手术室里瞬间乱成一团，李哲和护士们的脸刹那间血色全无。站在观察室里，通过玻璃和屏幕观看手术的院长和王凯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两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他们谁也没想到，他们请来对付我的杀手锏，竟然亲手把病人推向了死亡的深渊。都让开！一声低喝如同平地惊雷，炸响在混乱的手术室。我一把推开呆若木鸡、手足无措的赵德海，抢回了主刀的位置。那一瞬间，我的大脑进入了一种绝对冷静、冷酷的状态，没有时间去愤怒，没有时间去追责。我眼前只有那个不断扩大的撕裂口和监护仪上那条即将归零的生命线。吸引器、纱布、压迫，加大体外循环流量。我的指令清晰、简短，不容置疑。原本慌乱的团队，在我的声音里瞬间找到了主心骨，如同精密的齿轮再次高速运转起来。李哲和护士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多年的默契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器械的传递分秒不差，指令的执行精准到位。我的双手在狭小而血肉模糊的胸腔内快速而精准地操作着，那双手快到几乎出现了残影。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我的手，连呼吸都忘了。赵德海站在一旁，像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从震惊到颓然，最后满脸都是冰冷的汗水。他看着我的操作，眼神里充满了不可置信。他知道他搞砸了，他更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常规的修补方法已经来不及了，也不可能成功。在那个瞬间，我的大脑里闪过了10几种方案，又被我一一否决。电光火石之间，一个极其大胆，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我要用一种即兴改良的全新术式来完成这场绝地反击。我没有直接去缝合那个撕裂口，而是利用周围尚且健康的组织，进行了一次巧妙的移花接木。这个操作需要对心脏解剖结构有着鬼斧神工般的理解，以及对空间和力学有着超乎常人的精准判断。不到5分钟，当我剪断最后一根缝合线时，奇迹发生了，汹涌的出血被完全控制住了。那个致命的撕裂口被我用一种近乎艺术品的方式完美的修补和重建了。监护仪上的血压开始回升，血压80、95、110，稳定了，心率恢复正常，出血止住了。李哲的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狂喜和难以抑制的崇拜。手术室里所有人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有些人甚至直接瘫软在了地上。我直起身，巨大的消耗让我眼前微微发黑。手术成功了，而且是以一种远超所有人想象的方式，完美成功。我脱下被鲜血和汗水浸透的手术服，扔进回收桶。我走到已经面如死灰的赵德海面前，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羞愧、恐惧以及被绝对实力碾压后的绝望写满了他的脸。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在心外这个圈子里再也抬不起头了。我看着他，淡淡的说了一句：赵教授，下次指导前记得更新一下你的技术库。还有，手术台不是名利场，人命也不是你用来炫技的资本。说完，我不再理他，径直走出了手术室。赵德海羞愧得无地自容，连夜买了机票，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座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城市。观察室里，院长和王凯瘫坐在椅子上，浑身都被冷汗湿透了。他们看着我走出来，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们知道，他们用来对付我的最后一张牌，不仅没能伤到我分毫，反而被我用一种最华丽、最决绝的方式打得粉碎。我的手机响了，是市长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用一种近乎哽咽的声音反复向我致谢。感谢完，他话锋一转，顺便问了一句：陈主任，我听说最近医院内部好像有些不太和谐的风波，
我看着观察室里那两个面如死灰的人，笑了。是的，市长，关于医院的管理，我有一些材料，不知是否对市里正在进行的医疗系统廉政建设有那么一点参考价值。市长父亲的手术成功，并且是以这种惊心动魄、力挽狂澜的方式成功，让我的声望在市医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所有人都亲眼见证了什么是绝对的技术壁垒，也亲眼见证了小丑们拙劣的阴谋，在真正的实力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医院被迫按照之前大会上的承诺，在内部系统里公示了过去1年的所有补贴和奖金明细。那个 Excel 表格一公布，整个医院都炸了锅。一线医护人员的辛劳和微薄回报，与行政后勤部门那些名目繁多、数额巨大的奖金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尤其是王凯，除了那5万块的项目补贴、各种管理贡献奖、协调组织奖加起来，1年的奖金总额竟然是我这个心外科第一把刀的3倍还多，全院公愤。无数人在内网上要求严惩王凯。整顿行政体系迫于巨大的压力，院长只能宣布将王凯暂时停职，接受内部调查。但我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只要院长还在那个位置上，他就有无数种方法保住他这个小舅子。等风头一过，王凯照样可以换个名目，重新出来作威作福。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自查自纠上，我要的是斩草除根。这天深夜，李哲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神神秘秘的从怀里拿出一个 U 盘放到我桌上。老师，这是我无意中发现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交给您。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问：这是什么？李哲压低了声音：王凯和他老婆私下里注册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过去2年，咱们医院心外科大部分的高质耗材，比如心脏瓣膜、血管支架，都是从这家公司采购的。我的心猛地一沉，而且我对比了一下市场价，他们公司卖给咱们医院的价格，至少比正常价格高出30%，这里面有多少猫腻，不言而喻。U 盘里是他偷偷从采购系统里导出的合同、发票，以及他从工商系统查到的王凯老婆作为公司法人的注册信息，还有几段模糊的王凯和耗材商私下接触的录音，证据链基本完整。这就是一条盘踞在医院心脏上的巨大蛀虫，贪婪地吸食着医院和病人的血。我看着桌上的 U 盘，它像一块烙铁，散发着危险的热量。我抬头看着李哲，眼神前所未有的严肃。你想清楚了，这东西一旦交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在跟他们不死不休。李哲的眼神无比坚定。老师，我想清楚了，我学医是为了救人，是为了像您一样成为一个纯粹的医生。我不想看到像您这样真正为病人拼命的人，却要被王凯那种蛀虫欺负和压榨。这个医院病了，需要有人给他动一次大手术。我看着这个年轻人眼里的光，心中百感交集。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我收下 U 盘，站起身，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样的，后面的事交给我。我没有天真到把这份足以致命的证据交给医院的纪检科，那等同于把刀交到敌人的盟友手上。我画了一个通宵，将 U 盘里的所有资料分门别类整理成一份逻辑清晰、证据确凿的举报材料。然后我用一个新注册的匿名邮箱，将这份材料直接发送到了市纪委的公开举报邮箱里。做完这一切，天已经蒙蒙亮。我没有停下，我打开手机，找到了市长秘书的电话号码，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信息很短，却字字千钧。感谢市长对家父病情的关心。另外，关于我们医院的管理问题，我个人整理了一些材料，不知是否对市里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医疗系统廉政建设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没有直接提王凯，没有提腐败，我只是把材料和廉政建设这2个词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相信以市长的智慧，他会明白我话里的意思，也相信在救命之恩的这份人情面前，他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回应。发送。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泛起的鱼肚白。这一把，我赌上了所有，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我已经放上去了。接下来就等着那声轰然倒塌的巨响。第2天一早，我刚到医院，就看到几辆挂着特殊牌照的黑色轿车安静地停在了行政楼前，车上下来几个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男人，径直走进了大楼。医院里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已经开始窃窃私语：市纪委的人来了，听说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直接入驻咱们医院了。上午10点，我正在查房，一阵巨大的喧哗声从行政楼的方向传来。我走到走廊的窗边，向外望去，只见王凯被2个男人一左一右地架着，从行政楼里走了出来。他昔日油光锃亮的头发乱得像一团鸡窝，脸上没有血色，嘴里还在大喊大叫着：我没有，我是被冤枉的，是陈林远，是他陷害我。他看到了站在窗边的我，怨毒的目光像毒蛇一样射过来。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看着他被毫不留情地塞进了那辆黑色的轿车里。车门砰的一声关上，隔绝了他最后疯狂的嘶吼。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紧接着，院长也被调查组的人从办公室里请了出来，说是去协助调查。他低着头，步履蹒跚，一夜之间仿佛连脊梁骨都被抽走了。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整个医院彻底陷入了地震般的震动之中。行政楼被封锁，所有的账目、电脑都被当场封存。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行政人员，此刻一个个噤若寒蝉，生怕下一个被带走的就是自己。而临床一线的科室里，气氛却截然不同，压抑已久的空气仿佛被彻底划破。虽然大家表面上不敢公开议论，但那压抑不住的、闪烁着快意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调查组的效率高得惊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凯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他不仅交代了自己利用职权掌控医院耗材采购，伙同其妻子开办的公司，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收受巨额回扣的犯罪事实。为了争取立功，他还拔出萝卜带出泥，把院长多年来设立小金库、违规发放奖金，在干部任用和职称评定中搞利益输送的烂事全都捅了出来。涉案金额之大，
大，牵连人员之广，震惊了整个市的卫生系统。一场自上而下的反腐风暴以市医院为中心，迅速席卷开来。而我作为这场风暴的引爆者，却仿佛置身事外。我像往常一样查房、会诊、上手术台，外界的惊涛骇浪似乎没有对我产生任何影响。李哲兴奋地跑到我办公室，手舞足蹈地跟我汇报着最新的战况。老师，王凯被正式批捕了，院长也被双规了。听说行政那边还有好几个主任都主动去自首了。我只是点点头，把一份病历递给他。知道了，去把3床的检查报告拿来我看看。李哲看着我平静无波的脸，激动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他挠了挠头，有些不解。老师，我们赢了，您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我抬起头看着他，这不是赢或者输的问题，我们只是拿回了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让一些人和事回归到了他本该有的位置。第二天消息传来，王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院长被撤职查办，移交司法。市医院的腐败窝案成了全市医疗系统整顿的典型案例。在一片狼藉之后，上级部门迅速做出反应，决定从首都一家顶级的教学医院空降一位新的院长来主持市医院的重建工作。新院长的名字叫林正德，一位在全国都享有盛誉的心血管病专家，以作风严谨、尊重技术、管理铁腕而闻。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位真正懂业务的行家，而不是靠关系上位的官僚。林院长上任的第一天，没有像过去的领导那样先召集全院开大会，讲一些空洞的场面话。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穿上白大褂，从急诊科开始，一个一个的走访临床科室，没有前呼后拥，只带了一个秘书做记录。他走到哪里，就和一线的医生护士聊到哪里，问工作强度，问薪酬待遇，问职业发展。当他走到心外科，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正在看一份手术录像。他没有让秘书通报，就那么安静地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儿。左冠状动脉的处理非常漂亮。一个沉稳而有力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回过头看到了这位传说中的新院长，他约莫60岁左右，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眼神锐利而清澈，身上带着一种学者型的儒雅和领导者的威严。我站起身，林院长。他摆了摆手，示意我坐下。他自己拉了张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没有半句寒暄，开门见山。陈主任，我来之前看了你最近那台主动脉夹层手术的全程录像，也听说了之前发生在这里的所有事情。他看着我，目光里充满了欣赏和肯定。我来这里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邀请你出任我们市医院主管医疗业务的副院长。我愣住了，副院长，这个我从未想过的职位，就这么突然地摆在了我的面前。说实话，我有些犹豫。经历了这么多风波，我的心已经很累了。我只想做回一个纯粹的医生，远离那些复杂的行政事务和人事斗争。我坦诚地向他表达了我的想法。林院长，感谢您的信任，但我可能并不适合做管理工作，我只想把手术做好。林院长笑了，他的笑容很温和。林远，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是你想过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比一个好的医生能救更多的人。他看着我，眼神变得无比深邃和诚恳。只有你做到那个位置上去，你才能真正的保护更多像你一样在临床一线埋头苦干的好医生，你才能确保他们的手术刀不会因为心寒而变得迟钝。是啊，我一个人的反抗或许能换来一时的胜利，但如果制度不改，土壤不变，那么下一个王凯，下一个不公的事件，迟早还会发生。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沉默许久，我终于开口，我接受，但是我也有我的条件。第一，以李哲为代表的一批有才华、有担当的年轻医生，我要破格提拔，给他们平台，给他们机会。第二，全院的薪酬体系改革方案必须由我来全权主导。林院长笑了，他站起身，向我伸出了手。没问题，我们一起把这家医院重新变回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